ChatGPT 呢，虽然可以说是最多人使用的 AI 工具，不过呢，我觉得它在 MCP 协定这件事情的发展呢，速度有点慢了一点。那 ChatGPT 呢，在这个月呢，终于也发布了，可以直接去连接 Google 的 Gmail 以及 Google 行事历，让我们呢可以直接在 ChatGPT 里面呢去读取我们的 Gmail 以及 Google 行事历的内容哦。那这个功能到底要怎么去使用呢？往下来看吧 ，Go。我们的会员频道已经正式启用喽！如果你对 AI 教学内容有兴趣，每个月只要1杯咖啡的钱，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内容。想要更加深入学习，但常常出问题，选择学习 Plus 方案，就有1对1的聊天管道。或是呢，你愿意支持我们，也可以每个月请我客官养乐多，让我持续创作更多内容。影片要开始喽，你准备好了吗？嗨，大家好，我是阿汤。今年开始呢，大家应该陆续都有听到 AI Agent 或者是 MCP 这两个名词。那如果你还搞不太懂，没有关系，之后呢，我会再推出一集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什么是 AI Agent， 什么是 MCP。今天我们主要教大家呢，就是 ChatGPT 在这个月推出的可以和 Gmail 以及 Google 行事历进行连结的这个功能。到底要怎么去使用？那这个连结之后，又可以让 ChatGPT 帮我们做些什么呢？今天就带大家来实际操作一次吧。好，在前2天呢，我就已经有介绍过 AI Agent 这个名词，并且呢，教大家呢用 AI Agent 来打造 LINE 的 AI 相关的机器人，它可以无限制的一直在增加功能进去，让你的 AI 机器人越来越强大。AI Agent 的意思就是我有一个 AI 来作为中心点，那我可以呼叫我做好的各种工具。然后呢，按照你的需求自己去调用哪一个工具来使用，这个是有关于 AI Agent。今天我们要讲的 ChatGPT 的 MCP 功能呢，它并不是 ChatGPT 的 MCP 功能。MCP 这个名词呢，其实它是一种通讯协定，它是可以让 ChatGPT 呢跟其他工具呢有一个通讯协定的方式。比如说，我今天要介绍的 ChatGPT 可以跟 Gmail 或是 Google 行事历做连结，那这个 MCP 呢，就是它中间的沟通管道。透过 MCP 的方式，我就可以在 ChatGPT 里面呢，去读取我 Gmail 里面的东西，或是我 Google 行事历的东西。其实我之前呢也有介绍过 MCP 的运用，就是利用 MCP 协定，就是用 MCP 去呼叫 Google Map， 然后来创建有关于旅游规划行程的部分。如果你对于结合 MCP 去呼叫 Google Map 来规划旅游行程的影片有兴趣的话，我会放在资讯栏让大家再去回顾一下。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呢，就是 ChatGPT 在6月的时候呢新增的功能，就是透过 MCP 协定去连接 Gmail 以及 Google 行事历，那我们就可以在 ChatGPT 里面呢去分析我们的 Gmail 的内容，或是 Google 行事历的一些相关行程。这个部分我们要怎么去使用呢？如果呢你是 ChatGPT 的付费账号的话，你可以直接往下跟着做；如果你是使用免费账号的话，你可以看完影片之后再决定你有没有需要这个功能，再去订阅 ChatGPT 也是可以的。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付费账号的部分。右上角你点击之后，在设定里面这边会看到有一个连接器。之前我们看到的连接器的功能呢，其实没有 Gmail 跟 Google 行事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免费版的差异。这个呢是免费版的连接器的画面，你可以看一下设定的界面，其实免费跟付费也是有一些翻译上的差异。你看这里用中文。但是付费版为什么是 account 呢？付费版不是应该要翻译的更完善一点吗？好，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呢，之前免费版的连接器的画面，它其实只有 Google Drive 跟 OneDrive 2个，那你要用付费方案，才有像是 GitHub 啊、Google Drive， 然后 Gmail、Google 行事历、Outlook 行事历、Outlook 的电子邮件等等，你必须要是有 Plus 方案以上的，然后才会有这些的连接器的功能。这边呢，我们来试给大家看。假设你今天想要让 ChatGPT 透过 MCP 去连接你的 Gmail 跟 Google 行事历，那你就直接点击 Gmail， 然后按连线。这边接下来就要求你去连接你的 Google 账号，其中有一个存取授权的部分呢，记得这个要打勾，然后就可以按继续。连接成功的账号呢，就会在上面显示出来。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连接 Google 的行事历，一样按连线。然后选择你要连结的 Google 账号。好，这样就都连结成功了。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去使用呢？很多人呢做完连接器之后就误会，我就可以直接在 ChatGPT 里面很直截了当的跟他对话，然后来使用 Gmail 或者是 Google 行事历里面的这些内容。那这边要告诉大家有点抱歉啊， ChatGPT 呢目前这个功能呢并没有做到那么的直截了当。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比如说我在一般的聊天里面，我就直接告诉他帮我读取前10封的未读信件，你可以看他会怎么回复。好，你看假设他今天有问你要读取哪一个信箱的好，我们来试试看。
Gmail 的你看它只会提供你方法哦，然后它并无法直接去读取。为什么呢？因为目前呢 ChatGPT 呢要使用这个 MCP 去读取 Gmail 或是 Google 行事历的话，它没办法在一般的聊天里面来达成，它必须要去选择深入研究才可以。是不是听起来有一点瞎呢？这边呢，我们先来告诉大家呢，要怎么去读取 Gmail 以及 Google 行事历里面的内容。我们要这样做，先点选工具，这边要执行深入研究，然后资料来源呢，你要把 Gmail 跟 Google 行事历打开。这样它才会去读取你的 Gmail 以及 Google 行事历。这边呢，我们来试给大家看。好，比如说呢，帮我整理前10封信件的摘要重点。如果还没回信的呢，请依序提供我回信的草稿，广告信除外。我们来试看一下会得到什么结果。好，那这次有问我几个问题，那我们就按照这个问题呢，先回答它。好，接下来你看它就会开始去读取我的信件了。只不过呢，这个有点瞎的部分就是我刚刚讲的，它必须要使用深入研究这个功能，然后才能去呼叫 Gmail 跟行事历。那你要到什么程度呢，才能在一般的聊天里面直接使用来呼叫这个 Gmail 跟 Google 行事历呢？我大概看了一下 ChatGPT 的相关说明，基本上今天就算你的方案是 Pro 方案，每个月要花掉200块美金，你还是没办法直接在一般聊天直接使用。你必须要是呢企业版底下的账号，你才能使用一般的聊天来直接呼叫你的 Gmail 以及 Google 行事历，这个速度呢就会快上很多。你看现在如果是使用深入研究来做这件事情，其实效率并没有很好，你会发现光是这开始研究花费的时间就非常的多，每次你去读取这些信件，你就要花很多时间来等待。等于说如果你是个人使用的话，那可能像是早上9点一上班，那你就先把不要的信件删一删之后，然后未读信件可以先留下来，那你就可以直接来这边先执行一次，然后帮我读取我所有的未读信件，然后帮我拟好草稿要回信的内容之类的。好，接下来你就可以先去做其他事情，然后等个可能5分钟10分钟，你再回头来看一下他帮你整理了信件的摘要内容，然后以及回复信件的草稿，你可以再去对照一下你要回复的信件有哪些。我觉得大概致上只能这样做啦，否则呢，我觉得现在这个功能放在深入研究里面呢，不仅呢是没有增加效率，反而我觉得有点鸡肋啊。它应该要在一般的提问里面，这边我就可以直接去呼叫我的 Gmail 或是 Google 行事历。像是比如说我可以在一般的聊天里面就直接问说我今天有什么行程，那可不可以帮我安排一下路径之类的，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在 ChatGPT 里面去管理你的行程，我在哪一天可不可以再安排怎样的时间。如果你的会议很多，工作量很多，安排的行程很多，这时候呢 ChatGPT 如果在一般聊天里面能够帮助你做这些事情，那我觉得才是真的可以增加效率啊。这时候我们可以再等等看 ChatGPT 呢应该有一天会把这样的功能呢直接下放到一般的付费方案甚至是免费方案，可以直接连结去呼叫你的 Gmail 啊，或是 Google 行事历。毕竟 MCP 还有 AI Agent 真是未来的趋势啊，不至于说一定要都放到企业版才可以使用。好，在等待分析 Gmail 的过程中呢，我们一样再开一个深入研究来分析我6月的行程，然后做成同等摘要。这边他问我说呢，你希望我从 Google Calendar 呢去截取并分析我6月行程，是不是有要特定聚焦的内容啊，像是会议次数啊、工作活动比例等等。那我是直接跟他讲说都要啊，他就会去帮我做6月的行程的所有的分析。那一样的呢，这个就有点鸡肋，进入深入研究后，他就花蛮多时间的。只要有使用过 ChatGPT 深入研究功能，就知道这个功能呢会花很多时间去深入研究后，然后来得到结果再提供给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先去做其他工作，然后等它处理完，我们再回头来看就好。好，深入研究部分呢就已经完成了，不过这花时间真的蛮久，大概花了10几分钟它才全部做完。我们只是要读取10封的未读邮件摘要，然后给我回复建议而已，我们就要花10几分钟。所以 ChatGPT 的这个功能呢，如果没有下放到一般聊天也可以使用的话，这个功能现在用在深入研究真的是有点鸡肋了，因为花的时间真的太长了。但认真来说呢，在 ChatGPT 里面呢，可以直接结合 Gmail 来使用，这个是一个算蛮方便的事情。它就可以像这样读取摘要之后，然后下面有列出一些回复的建议，你可以直接把这些回复呢复制到你的 Gmail 里面贴上，然后再去稍微修整一下，然后就可以回复给对方。甚至你可以让他呢读取你更多的信件，然后来了解你回复信件的风格啊、回复习惯啊，之后呢就更能仿照你的语气，然后来帮你回复这些信件。好，再来是 Google 行事历的部分，这边我直接让他去分析我6月整个行程，然后做成同整摘要。
他问你一些问题之后，然后就开始进行深入研究啊，这个又要是花蛮多时间的，没有错，我总共呢又花了17分钟，然后才完成这整个统整摘要。不过呢，我觉得 Google 行事历的统整摘要呢，算是蛮值得等它一下。为什么呢？它除了行程总览之外，它会去分析你有行程的天数啊，然后最忙的时间啊，最忙的日期啊，然后行程类别统计、每日趋势、常见的地点、主题、标题关键字，然后时间的使用效率等等。其实你透过这样分析之后，你可以了解一下哦，你比如说上个月你整个时间的运用大概是呈现什么样子，或者是呢，你想要在下个月的固定行程之中再插入一些其他想做的事情的话，可以让 AI 看看呢要怎么安排，然后你可以更妥善的去运用你的时间。所以呢，其实以 Google 行事历来说的话，结合到 AI 里面，我觉得算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事情。那利用深入研究，花时间来分析，然后得到这个些结果，我觉得也还算值得啦。比起刚刚的这种未读信件，然后你要去分析，然后要等10几20分钟，我是真的不太可以接受。最后呢，我们来试一下 Gmail 的部分，就是你刚刚如果在连结 Google 的账号的时候，有特别去注意到的话，你会发现呢，我们提供给 ChatGPT 的这个权限呢，不只有读取信件，它也有撰写信件的这个权限。所以呢，我们就来试看看，让它读取我们的未读信件之后，如果可以回复信件的话呢，请它回复一个内容之后存成草稿，不要寄出。那不需要回复的信件就会直接略过。那我让它试一下5封未读信件啊，你可以看一下深入研究花了5分钟之后，然后帮我呢判断一下啊有哪些需要回复了。像这个有需要回复的，那其他的都是不需要回复。这边有写说草稿建立确认，已把以上回复内容储存成草稿。那到底有没有储存成草稿呢？我后来去看了一下 Gmail， 答案是没有存成草稿。基本上 ChatGPT 在撰写信件这个功能，我猜是还没有完整的把它弄进去。有可能呢，现在只有企业版的账号呢，可以直接用一般聊天，然后去驱动 ChatGPT 帮你去回信，或者是呢建立行事历等工作。那目前呢，我确认用深入研究的方式去驱动 Gmail 以及 Google 行事历的话呢，它最多就是读取信件来之后，然后帮你做分析的动作，还没有办法直接帮你去 Gmail 或是 Google 行事历操作任何事情。但我想可以直接去操作这件事情呢，应该只是迟早会发生而已。接下来我们就等等看 ChatGPT 什么时候会新增这样的功能，或者是呢手边有 ChatGPT 企业版账号的呢，可能就帮我试看看，然后告诉一下这个答案吧。看完上面的介绍，大家是不是也觉得呢，目前这样的功能只有放在企业版有点可惜呢？不过我觉得 ChatGPT 应该蛮快就会下放到 Pro 或是 Plus 的方案上面，甚至在免费账号也有机会可以用到哦。否则目前用这样的深入研究才能去呼叫的方式，真的有点耗时间啊。到底增加了这样的功能是增加我们的效率，还是消耗我们的时间呢？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啦。如果喜欢今天影片，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如果想要知道更多 AI 相关的教学，别忘了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我是阿汤，下次见，拜拜。